嘿，我是阿西。会做这一期主题的原因呢，是来自于前一段时间，我有一个女性朋友，她无意间和我提到了，她和她的丈夫已经有长达5年的时间是无性生活的状态，并且她因为这样子痛苦了很久。而当我上网去查询的时候，才知道，原来这个世界上无性伴侣的比例占了50%。也就是你看见每2个人当中，就有1个人在无性婚姻的关系当中。所以无论今天你是单身或是已婚都没有关系，都可以参考。或许在未来的某天，这些内容能够对你有所帮助。那我们进入主题吧。如果现阶段你正处在无性婚姻的关系当中，那么首先你必须明白，在你们成为无性关系之前，其实无聊就已经进入你们的生活当中了。换句话说，你们双方都是无聊的人。你以为换个对象就能解决问题，但实际上，一个无聊的人，无论他和谁在一起，结果都会是无聊的。性不是问题的原因，无聊才是问题的根本。如果你正深陷在无性的关系或婚姻当中，我想要你明白的是，你并不孤单。因为绝大多数的人都会面临这种情况，人们总是对自己拥有的东西习以为常，但是对自己没有的东西却充满渴望。在你没有得到某样东西之前，你会朝思暮想的去得到它。可是，一旦有一天你成功的拥有了它，它对你的诱惑就消失了，然后无聊就进入了，你会立刻转头去渴望新的东西。多数人一辈子就是活在这样的轮回当中。现在我们回到主题，今天你遇见了一个男人或女人，你觉得他非常美丽，你觉得他非常帅气，然后你觉得你坠入了爱河，你和对方发生了关系，你认为你会爱他很久，你认为你们会在一起很久，但是很可惜，荷尔蒙与新鲜感是这世界上最短暂的东西之一。当这个人成为你的男朋友、女朋友、丈夫、妻子之后，你开始把他当成是理所当然的。眼前的这个男人或女人，他身体的每一寸你都摸透了，他所有的生活习惯你都非常清楚，在你眼中他就像是个赤裸的人，你觉得你很了解他，结果很自然的，你对他的兴趣就消失了。这也是为什么我总是在说，大部分人的关系都是建立在性的基础之上，因为一旦你们在性关系上面熟悉彼此，新鲜感消失，无聊就进来了，紧接着就是各种争吵夺权的戏码。最后要不就是其中一方爱上了别人，要不就是随便找个理由结束关系。多数人99.99%的关系都差不多是这样的进程，你只是换着不同的对象在经历相同的剧情而已。如果你仔细去观察许多结婚的人，你会经常听到一个女人对她的丈夫说：“你根本就不懂我。”她的丈夫就会回答：“结婚那么多年了，你有什么是我不懂的？”我们也经常会听到一个丈夫对他的妻子说：“你根本就不了解我。”他的妻子就会回答：“在一起那么久了，你有几根毛我都知道。” OK， 现在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你自认为你已经彻底了解了眼前的这个人呢？现在你觉得你很了解你自己了吗？5年前的你和现在的你一样吗？1年前的你和现在一样吗？甚至连昨天的你和今天的你都已经不一样了，对吗？你每分每秒都因为各种原因而不断的改变与成长，你又怎会认为对方会停在原地，和你当初认识的时候是同一个人呢？所以事实上，如果你觉得这份关系变得无聊，那么很可能，不是非常大的可能，是你这个人本身就很无聊。你甚至无法看见你自己每一天都在改变，你已经习惯让你自己的生活变成一滩死水，以至于你也习惯性的把周遭也变成一滩死水。2个无聊的人在一起，就会变成更大的无聊；2滩死水合在一起，不会变成流动的水。这就是问题的根源了。如果你现在正处在这样的关系中，我想提供你一点小建议。首先，从今天开始，仔细去观察你身边的所有人事物，以及你对这些事物所产生的感受与想法，然后在晚上睡觉前把它们全部放下。隔天起床后，再继续观察每一样事物，持续这么做一段时间，有一天你将会惊讶地发现到，原来连你自己都随时处在变化当中。今天发生这件事，你的反应是愤怒，但明天发生了相同的事，或许你的反应就变成了快乐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感受与心态发生变化了。想想1年前令你伤心难过的事，现在回头，你还会难过吗？还是会觉得很愚蠢？同样的，
或许今天发生的事，或许你明天就会有不同的看法。仅仅短暂的一天，你就变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人。所以，当你体验到这份变化时，你也就能以全新的眼光去看待你身边的伴侣。最后，你也会惊讶地发现到，你的伴侣和你一样，每天也是不断地在改变。渐渐的，你们互相探索彼此，会变成是一种乐趣。有许多笨蛋总是认为换一个全新的对象就能解决这个问题。然而，你连眼前的这个人你都无法完全了解，纵使换一个对象，又能有什么改变呢？你只是臣服在你的生物性而已，那只是性冲动带来的荷尔蒙与新鲜感。新鲜感褪去之后，你又会回到原地了。所以，从明天开始，尝试去走一些不同的路线，玩一些新的花样。既然你迟早都要改变，那何不选择今天呢？我想起我曾经有另一个朋友，她和她的丈夫已经有多年的无性生活，彼此也无话可说，只要一开口就会变成吵架，争论的话题最后也无疾而终。她长期处在痛苦当中，并且她也明白，纵使她换一个全新的对象，新鲜感褪去之后，她又会回到原地。所以当她来找我的时候，我只给了她一个建议：今天晚上回家的时候，买一束花送给你的丈夫，并且告诉他你觉得他是这世界上最棒的人，然后感谢他这些年为你们关系所做的努力，并且从今天开始，每天去观察他身上发生的变化，并且去称赞他的这些变化。他听完之后非常的紧张，跟我说这样很奇怪，那不是我们平常的相处方式，而且我为什么要那么卑微？而我告诉他，这跟卑微无关，你所谓的相处方式不过就是一种习惯。你们两个无聊的人已经是老狗变不出新把戏，何不来一点不一样的，看看会发生什么？最后他采纳了我的建议。过了几天之后，我去问他结果怎么样，他很惊讶地告诉我，他一开始做这些事觉得很难为情，可是一旦他真正去做之后，她的丈夫非常的惊讶而且惶恐。他从来不觉得他的妻子会对他做这些事情，他也从不觉得他的妻子会这样欣赏他。他甚至认为他老婆是不是在打什么坏主意。但是渐渐的，他已经习惯每天去发现丈夫身上的变化，而她的丈夫在她的影响下，也开始每天去发现妻子的变化。现在他们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，他们每天都能发现新观点，他们总是每天讨论不同的话题。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很吵，而性的问题再也不会困扰他们，那已经变成游戏的一部分。好了，到这里为止。如果你够敏感，我相信今天的内容能够对你有所启发。别让你自己成为一个无聊的人，生命总是充满变化。如果你够留心，你总是能够发现它们。那就祝福你了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有用，就拿去做参考；如果觉得没有用，就把它丢垃圾桶吧。不需要认同我，你才是你自己生命的老师。如果你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。下次见啦，拜。